宜兰县东山乡有一笪保留到当完整的客家庄，按照补偿。台湾认真客大农、耕田无为水太多，都会珍惜。研究因为也特别客村模式，就像孔子讲的，少也谦，故多人鄙视。也特别有一个木工创作者，佢同穷苦准做养分，古所学过嘅当道嘅技能。前面就意思佢會做木匠，唔但將成就為設家，沒用設家嘅能力環配社會。聽聽記者熊一華同盧英正嘅幫拖，搶下體會。这一只可以。沿开塑胶布的一支一支排到斜斜的塑料的，也拢是宜兰县东山乡木匠创作者尤武同按多年来一乃烧来的。我爸爸以前在太平山，所以我闻到快木香味，我就一直在有怀念的一个味道。那再来，我在县府建设处，我看到很多因为雪隧通车之后的效应，很多我们那些老竹围、老建筑都拆掉了，变成架构起来的一个高楼大厦，我就觉得很不舍。你像这一根，我这种转钉啊，全部都是钉子，都改天都是要拔起来的。有红色的，就是找到钉子。塑料的风乃就是重的，别人看起来是无用的东西，尤武同啥看到像保养的。你认定的废物，他把它弄到焚化炉，那我们保留它，而且又保留了这个宜兰县台湾这么珍贵的一个黄桧跟黄桧的木材，所以去把它转化成做成家具。不过也有人买塑料的，要做出其他东西之前，啥是去何时何工？这个家具来讲的话，很繁琐，而且很危险，因为它很多孔洞，没有人要做，你还要去抛模，你还要去挖洞，各种2、3次的研磨之后裁切，你才能够开始去画线制图，把它的尺寸。对啊，因为你那个钉子里面，也是老旧房屋，它里面都有钉子啊。哎，钉子你要用探测器把它探测出来。钉子包我们就是要来后置的。每日要做的事情，尤武同啥做到真欢喜，佢真有耐心的，帮当的跑浪来，遇到切切，再做到真实用的作品，完全表现出行人爱东西、学东西的精神。这个跟客家的一个我们那个硬汉精神，绝对是一个相连性。因为我爸爸以前在太平山那边有工作过，他们的要求是每一个妹妹嘎嘎都要顾到很周全。因为这个差个半公分或是2 mm， 你就没有办法组成家具。准准的将塑料的拉出90度角，在宜兰县政府建设科作为20年的尤武同，好好的公务员唔做，3万千万就退休。因为在公职生涯的话，我背负的很多的一个使命。那我做事情的个性就是，上面长官一旦交给我，我是使命必达。对宜兰的好的建设，都已经完成了，那我的公职生涯就到此结束吧。因为我要回归什么？回归我造一个工人的梦。喺穷苦人家出世尤武同，因为苦故所记马嘅农妹。你看，伊读国中的时阵哦，我们这边力霸水泥厂，迄烟筒顶头爱用一个招牌哦，写字，伊家己写，爬去顶头，为着要赚迄笔钱，再来回家做家事、种田、种菜，拢爱做，大项拢爱做。其实伊无时间讲互伊算啦，但是他也不抱怨。所以我在县政府有一个外号叫诈骗集团，但是我会的是铁工我也会，木工榫接我也会，那油漆作画，再来水泥匠我也会。我要退休的时候，我就跟我老婆讲，我退休我要去做铁工。我老婆跟我讲，不行，
你去做铁工，依你的个性，我会守寡。那我要在家里写书法跟画画，他又拒绝了。我说那我要去当水泥匠，他就想说啊，如果你当水泥匠，你先退休，我还没有退休，那我回家还要洗你那个沾到水泥的裤子跟衣服，我等一下半年我就忧郁了。大概不开文厝的有梧桐讲，也是其他的作品。每因为一个文厝的，佢真可以有资格做佢想要做的工业梦。他嫁给我30年，他不知道我会做什么，他只知道我是一个公务人员。他就开一个条件说，我不知道你想做把钢，那快过年了哈，你去弄一个那个传统的挖都啊，10天把一个挖都啊，现在放在家里。木工的因缘是因为我老婆的承诺跟她答应的，我才从事的。从事的那个过来工作室，拢是比你起的香米，有梧桐米体数位向当中创作，是佢亲享受的世界。退休过后，佢唔但请用做梦想来成就吉他，今日讲嘅开传堂嘅世界，佢就切打将萝卜嘅火房屋改做做千有人前面示范嘅素材，同世人呢听完成梦想。年轻人想留乡，这确然是我心中一把很温暖的火在烧。我就想说，我怎么样都会挺他，好吧，我们就来搞吧。我就一个人关在餐厅那边2个月，把餐厅那边一个人一手设计，一手造就，一手完成装潢，还有做一些装置艺术。那这个天才的老爸，他为了让他的100店都可以出现在这里。亲好收藏东西的有梧桐，每种切打唔想本家发现的收藏总放在来的传堂当中。这个可以轻轻讲，也不能讲太多。但是我有一个观念，就是怀旧。毕竟先人留下来的东西是我们往后辈子孙看不到的。如果我把它们收藏起来，把它们再做一个经典的一个整理之后，不管几年之后，他们还看得到。这种比较就是有一点乡村，但是又有一些工艺的风格在里头，的确蛮特别。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一直在就是拍照，然后一直在拍，就是自己上传那个 IG 这样子。清色前的有梧桐，买嘅弄熟，所以老头摆嘅东西给弄好。一条老头摆嘅东西唔但唱空地嘅好看天，有梧桐咩灭掉嘅，将做人嘅道理空地嘅。哎呀，为什么我这个枣把它弄成不一样？上面是圆的，下面是方的。然后我那个阿伯他们就讲说，啊，你走的枣跟人家又不一样，我再来就要教育了。那现在你们看这个枣的分别性跟哪边不一样？上面是圆的，下面是方的。来，我们就要讲我们做人的规矩，这个叫规矩，外圆内方叫规矩。名嘅喊到梧桐，用河洛话讲就是梧桐。佢就用天空的树叶，将人唔爱的东西看作一条虫诶来代表佢。这个它的帽子是我阿姆不要的钉挂哦，这颗浮球啊，这些是轮胎的轮框，用电焊把它烧起来。这个是我们电线杆上面的爱子，哎，我就把它做成毛毛虫的脚。这样的一条虫做起来，大家才找得到我，它就是我的化身。有梧桐用佢做梦想的树叶，唔但唱成就嘅一个退休生活，每成就嘅生人呢，想要开店做生意嘅梦想，也下佢将佢嘅树叶发挥加拿大嘅工艺，将作品拿出来做工艺展览，放飞沙飞。这个是台湾百大书法家汪洋毅，我一个好朋友，他写给我的作品。他去年展期办了10天，然后我们捐了快20万。今年就不一样，今年的作品跟去年是完全不同。然后呢，今年的主题就是厚道，咱台湾人的厚道，宜兰人的厚道。113年的年代，
有不同办理一场喊做后头的公益展览，将义卖传到一切一概根本弱势的团体。我讲啊，这个东西我就做不到了。为什么做不到？为什么会做不到？第一个，我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这样搞哦。你有刚刚你就讲啊。没了，让他这个累积的东西也是很好，对不对？这种累积的东西也是很好，我们做不到我们就支持他，对。江苏的跑道浪浪，四彩有不同动态为公益展的作品做署名的工作，为到一摆的展览已经磨限的4张页嘞。你们买了作品的钱，我们就捐出去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这就是我的厚道。这是我们要表现的一个道理跟一个方向。去到展览的现场很热心的，为来看展览的人介绍金融二判安尼发通。我去年的主题叫重新出发，因为我就是那一条虫，有虫嘛，我名字武堂嘛。结果去年我办了个展10天，10天我的作品34件全部都完售。那一些好朋友支持我的一些行善的一些好朋友们，他们就讲说，那个武堂今年还要来一次嘛？所以今年有差不多88件的作品，今年本来嘛没想要办，全家人就跟我一起列，然后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有故事性的东西会跳出来说，我讲亚嘅故事就会对青头白以前讲起事，因为当时家里很穷。爸爸生病，就一个小感冒，没有去看医生，就变成一个大病。大病当时去圣母医院，我那是36岁，爸爸因为得肺腺癌，结果他也不知道，他就住进圣母医院。那我又是独子，我在上班，我还是要在那边陪他做化疗啊，做一些适当的医疗的行为。结果他是第4期，医生宣判说半年。他每天要上班，一大早就去先看爸爸，然后看好出来，每天这样子。结果有一天碰到医院的一个，每天都看到你这么早来，然后这么早回去，你是什么人住在这里吗？他说是，他说我爸爸在这边住院，然后他就问他，啊你为什么啊谁在照顾他？他说没有人，因为没有钱请人照顾。结果你知道吧？圣母医院把我爸爸每一个礼拜化疗完，差不多都要2万块的住院费跟那些医疗费用，他给我打对折。我不认识他，他也不认识我，他也不知道说我有没有钱。圣母医院他有一个秘书叫徐快君，我特别感谢这位大姐姐。在人生最落难的时节，劳动圣母医院同佢听书，10年以后，100年一到。故所繼續決心去辦配，所以他從那時候開始就慢慢開始做，然後尤其是到他上班，包括結婚生子以後，他已經在做了。尤其他退休以後，加倍再加倍的做。他做自己種的柚子賣完，全部捐給聖母醫院，還有其他單位啊。他们是每一年我们应当捐赠的对象，然后一直在捐赠圣家面启智中心，因为它是我们圣母医院的附属机构，全台湾的一些唐氏症失智人都收纳在我们宜兰县的圣家面启智中心。有不同用苦做用分，學校的青島的數字，一下其意思做夢想的數字，唔單將將退休的想法過到清實際，沒用其他能力萬配沙比，而用唔刻薄的精神，將愛的能量繼續分享出去。